大家好，分享投资小知识的 Slow 萝莉来咯，欢迎来到雪萝莉的频道。这个星期美股牛气哄哄，连续跳空大涨了3天，但是纳指周五收市的形态和9月大跌前一天的形态是一样的，而且周五的高点不如周四的高点高，受到9月和10月份高点引申出来的趋势线压制着，只能说周一好重要，突破趋势线高位盘整还是震荡反弹都是有可能的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这个星期的主角中概电动车。大家记得订阅以及点击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哦。自从周三开始，大选的剧情反转，拜登获胜的几率变大了以后，拜登单选受到利好的板块就疯狂的涨起来了，新能源、大基建还有大麻股都一飞冲天，特别是新能源汽车 Leo、力、小鹏这3只中概股新能源汽车双面受益，不论是拜登当选的利好新能源汽车，还是中国推进新能源汽车的利好，都带动了这3只电动车概念股。蔚来汽车 Leo 一周涨了11块4毛2，有 35.83% 的涨幅，小鹏汽车 XPEV 更是一周翻倍，涨了19块8分，有 93.9%。 理想汽车 LI 这周最多也涨了7块1毛2， 33.35%。 但是因为周四理想汽车公布要召回1万多台电动汽车，所以周五下跌了 5.8%。国内的3大新能源汽车也是蹭了一波热度，这3家新能源汽车里面，萝莉最看好的是 Nio， 其中有2个原因。一个原因是蔚来汽车的汽车交付量稳定，而且呈增长趋势，自4月份交付量翻倍，达到3000台以上以后，除了7月份外，实现了逐月增长，其中7到9月的平均每月增长率有 13.36%。 作为参考数据，特斯拉在2018年第3季度实现了交付量翻倍的情况，之后的交付量也逐步增加，在1年后的2019年第3季度实现首个季度盈利，也就是 Nio 现在正走在当年特斯拉走过的路上。蔚来股价开始爆发的阶段，也是在交付量能够保持在3000台以上以后，市场开始形成了共识，在6月份开始拉升 Nio 的股价，自此以后就平步青云。另外，蔚来也开始建造自己的生态链， Nio Pilot 自主开发的辅助驾驶系统， Nio Power 充电桩、换电站、移动充电车。Nio 的充电桩和充电站都是有国家扶持的，而且在11月6号蔚来的电池日发布了100千瓦时电池系统，加强了持航能力。 Nio Service 一项无忧服务，为保险及维护保养服务，而且 Nio 的服务也是国内公认服务最好的车企之一。 Nio Life IP 化衍生售卖家具、服饰及食物等产品及服务。 Nio App 构建社区生态圈，增强粉丝粘性。从 Nio 身上能看到的未来是很宽广的。另外一个原因是蔚来的 CEO 李斌。众所周知，蔚来在2019年年尾到2020年年头的时候面临着破产的危机。在2019年的财报可以看到，Nio 的账上现金只剩下 9.89 亿，差不多10亿，相对于还没有实现盈利，每年至少需要消耗20多亿的公司来说，如果无法获得融资，那么将要宣布破产。在2019年的10月，面临破产风险的 Nio 股价更是跌到了最低的1块2毛一股。直到今年年初，蔚来终于等到了安徽国资的70亿战略投资，而且在融资后，蔚来还保持着 75.9% 的股权。这个融资的背后必然少不了创始人李斌了。
能拉来安徽国资的投资，李斌的实力必然无需质疑了。而让我认识到李斌这个人的厉害，是在摩拜单车的投资案上。李斌作为摩拜的天使投资人，最初融资146万人民币，最开始占有 29.25% 的股权，即使经过后面树龙西施，持股比例也超过了 8%， 直到最后被美团收购，换股11亿美金，按照 8% 的股权比例，李斌在摩拜上的投资获得了差不多6亿人民币的回报。作为投资者也是独具慧眼，而且进退有度的。根据特斯拉几次濒临破产到盘利重生的历史，蔚来算是走在了同样的道路上。虽然蔚来的规模和特斯拉相比还相差很远，但是就从交付量的爆发而言，现在的蔚来可能正处于特斯拉2018年到2019年的时期。当蔚来能实现盈利的那一刻，那么就是它飞向天际的时候。就短期而言，经过这周的爆发，现在需要谨慎一点，之后的每次回调都将是一次不错的加仓机会哦。另外一只很受关注的个股是加拿大的大麻股 ACB， 因为拜登当选的几率增加的情况下，大麻股利好，而 ACB 的表现更是突破千际，2天上涨了近 1.5 倍，从差不多5块涨到了最高的12块多。我们先来看看 ACB 的历史。 ACB 原来是在加拿大卖大麻的，在2017年到2018年间，因为加拿大大麻合法化的进程受到了利好，走出了一波行情，但是在风波过后，走势就一路向下，直到了今年年初，ACB 收购 Reliva 进军美国市场，有了一波反弹，然后继续向下，直到这次大选，拜登传出要让大麻合法化的参选议题，外加拜登胜选的几率大增的情况下，再次蹭一波热度，2天暴涨了 150%， 来了一个天价天量的走势。很明显，这是一个庄家出货的表现。天价天量就是某一时间的交易量、换手率都远远高于平时的日交易量，这是一个庄家借消息炒作出货的表现，借高成交量和涨幅吸引散户的注意，然后趁机出货大赚一笔。当资金出尽，就会大接收场。之前柯达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，庄家离场以后，就是一地鸡毛，苦了一堆小散户。各位小伙伴，如果想去分一杯羹，就需要你们先做好心理准备哦。可能有小伙伴会觉得大麻的热度还没退去，还有机会。但是罗莉的个人看法是，就算拜登单选的情况下，众议院和参议院也不一定都是民主党的，那么施政就变得很困难。而且大麻这些东西意义挺大的，能不能通过都是问题。等他下一次利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再者 ACB 之前的财报好像都是亏损的，还没有开始盈利，所以大家还是看着办吧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视频中的个股选择和分析都是罗莉自己的操作分享，不作为投资建议哦。股市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。只分享自己知道的东西，只做自己明白的交易。大家投资之前都要做好独立分析哦。大家如果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个股，或者有关个股的问题，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区分享哦。如果觉得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，就点赞分享一下吧。谢谢大家观看，罗莉也要回去充电了。滴